管家给那个女孩塞了一颗糖，不一会儿，女孩就昏昏欲睡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管家也就放心的走了。但他刚一离开女孩，立刻睁开了眼，他马上把糖吐了出来。他从小到大都是用这一招，对此他已经司空见惯。突然间，他听到了铃声响起，这声音预示着有客人来访。原来是财阀的少爷趁着父亲不在家，带着几个朋友回到了家里。女孩听到外面一片混乱，她本以为家里出事了，她贴着墙壁听到有人在外面讲话，这让她感到非常激动。她开始用力敲打门。女孩和她妈妈从小就被关在密室，管家只让他们看那些书，那些全是关于童话和动物的故事。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这些书她已经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。女孩敲击的声音引起了一个男人的注意。当其他人还在开心聊天时，那个男人已经被声音吸引到了石门前。女孩也感觉到外面有人。那个男人试图打开这扇石门，里面的女孩也伸出了手，她的项链突然发出了光芒，她觉得自己快要遇见王子了。男人没发现任何异常就离开了，但他不知道他已经触发了开门的机关。女孩有些迟疑，但她还是鼓起了勇气走出了门。她迅速跑下楼梯，听到一个男人在电话里说马上回来。正当电梯即将到达时，她看到了一个气喘吁吁的女孩，她正用力地盯着她。她被吓了一大跳，她一路尾随那个小伙，目睹小伙登上公交车，紧接着也跟了上去，却被司机要求投币，而那女孩就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小伙会意，立刻帮他刷卡。女孩仍在感慨，车子突然发动真是神奇。小伙本能的屈服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两人目光交汇。女孩心想他就是我的王子，但她突然看到了更令人惊奇的事。她紧贴着车窗，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景象，感觉像个傻乎乎的女孩。这时小伙拉开她的手，不经意间的触碰，女孩竟然说出了他家的店铺名，并直呼他的名字守光。守光惊讶万分，他不知道家里的管家正在四处寻找他。管家指挥所有仆人四处搜索，但都没有找到。管家心知这下麻烦大了，偷偷地打开密室门的一条缝隙，外面热闹非凡。管家猜测瑟菲的失踪可能与他们有关，毕竟除了老板没人进过这屋。他只好给老板的秘书打电话。老板一听此事，立刻离开会议，急忙赶回家。这边守光发现女孩竟没穿鞋，便脱下自己的鞋给她穿。瑟菲毫不客气地穿上了。就这样，瑟菲被守光带回家。殊不知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守光平静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妈妈看到儿子回家了，却好奇他怎么没穿鞋。守光指了指瑟菲的鞋，表示是他帮他穿的，心里想着儿子真有出息，带回来的是哪位小姐啊？这小姐看起来有点傻，手里还拿着榆树枝，于是热情地招待他们，还让瑟菲多吃点她喜欢的。守光催她快点吃，瑟菲吃完后有点郁闷。守光妈见状安慰了她，说不急2天后再走也行。这次接触，瑟菲的蓝宝石突然亮了起来，她意识到又要发生什么大事。紧接着，女孩突然说出一些难听的话，她立刻反应过来，急忙跑向外面。她指着门口堆着的青花鱼，急切的比划，表示要很多很多青花鱼。守光完全不懂瑟菲的意思。这时一辆面包车开来，2个穿白大褂的人下车，问还有多少青花鱼。守光妈兴奋地说，仓库里还有几百条。对方听后兴奋地说，终于找到食材了。瑟菲高兴地转了几圈。守光妈好奇地想问，突然注意到瑟菲脖子上的蓝宝石，她突然想问瑟菲点什么。这时候守光叫她一声就被带走了。显然守光妈应该知道些什么。晚上她特意翻看了相册，看到了一张旧照片，回忆突然回到了10几年前，儿子和一个女人的合照里，他脖子上挂的正是瑟菲脖子上的那颗蓝宝石。他意识到儿子这次可能会遇到大麻烦。一听说瑟菲失踪，他气冲冲地回到家，对儿子的花天酒地的朋友大声吼叫。这些不知深浅的狐朋狗友还在游乐场给守光戴上皇冠，因为在他看来守光就是他的王。但守光显然不领情，还说这太幼稚了，立刻拉着他要送他回家。路过游乐场时，他叫守光扔2个飞镖，守光随便一扔，没想到真中了。还没缓过神来，瑟菲又要求他再扔一个，他轻轻一扔，居然又中了，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们接着开始玩投球游戏，没想到守光一个接一个全中，这是他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表现。难道瑟菲真的是幸运女神？不管怎样，他还是把瑟菲送回了家。但财阀的脸色阴沉的吓人，他慢慢地靠近守光，而瑟菲则主动抓住了守光的手。这个举动直接激怒了财阀，蓝宝石的闪烁似乎预示着麻烦。财阀一看就火冒三丈，守光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财阀已经狠狠地给了守光一个耳光。儿子立刻上前质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，父亲却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命令管家把瑟菲送回客房。守光的手铐被重新锁上，
他试图绑架客户的孩子，但没有成功。饭菜被送到了警局，旁边的少爷还在为他求情。守光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来找我玩的。这一系列的事情，让守光都搞不清楚状况。为了让儿子理解，财阀把他带到了这间密室，面对眼前的两人，他将是你的护身符，帮你挡灾避难，为你带来好运。所以他不能被其他人看到，也不能被其他人触碰。他是专属于你的幸运符。但他并不知情，他的儿子对瑟菲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。接着，财阀的秘书把守光带了出去。他不知道外面还有其他阴谋在等着他。出来后，妈妈安慰他说一切都没事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毕竟现在大家都安全了，不是吗？话音未落，一辆车直冲过来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母亲把儿子推到了一边。当他回过神来，却发现母亲已经在现场去世。本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，他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待着他。与此同时，瑟菲伤心地向母亲诉说，他遇见了手工艺的未来。当他乘小船将母亲的骨灰撒向大海时，没想到另一场危险正在逼近。他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，突然被船夫狠狠地击晕，随后被塞进一个袋子，然后被扔进了海里。随后财阀对瑟菲说，那个小子已经彻底消失了，请好好管教你的女儿。他们的对话，瑟菲一字一句都听了进去。他不相信曙光真的死了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流泪了。转眼间2年就这样过去了。为了感谢瑟菲告知的预言少爷，帮助他们在公司竞标中取得了胜利，为了表达感谢，他特意买了礼物。但瑟菲表示他想出去，哪怕只有一次。少爷看到他渴望的眼神，于是一时心软，想带瑟菲出去，但被管家急切地阻止。他在远处大声喊着不行，会长知道后果会很严重。少爷却安慰说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他就永远不会知道。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带着瑟菲离开了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2年前的那次逃跑，他再也没见过外面的世界。在餐桌前，少爷向瑟菲坦白，他和他父亲不一样，我把你当做我的伙伴，我会始终给你最好的待遇，而且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会让你真正的生活在外面的世界。瑟菲并没有撒谎，因为他无法给予瑟菲所需的。这时，少爷恰好看到了一个熟人，他让瑟菲稍等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，正是曙光。虽然他知道曙光不会就这样死去，但亲眼见到他还活着，瑟菲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。2年前，他被一个打鱼的大叔救了起来，他被打捞上来时浑身是血，显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也说不清这是不是缘分。他的儿子已经去世2年了，一直都没办死亡登记。他儿子长得和他很像，于是就把儿子的身份证给了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儿子高明星了。瑟菲一回来，他强忍住自己的激动，告诉妈妈他见到守光了，所以要出去找守光。母亲当然希望女儿能幸福，她伸出手试探着眼前的局势，很快就告诉女儿现在就准备好。于是2人打算在饭桌上动手脚。仆人像往常一样伺候着他们，但他们已经在寻找突破口。仆人还在那儿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。瑟菲妈妈突然把180度的咖啡洒在自己手上，这是为了让她摘下手套。他妈看到机会来了，仆人却以为她在嘲笑自己，一把伸手想要打她，没想到正中下怀。紧接着他妈的胸口蓝宝石开始发光，他开始催眠说，秘书让你带我们出去。仆人果然像着了魔似的照做了。母女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。计划成功，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密室。妈妈知道很快就会被发现，所以让女儿先走。果不其然，追赶声很快就响起。她让女儿放心，她没事的。瑟菲随后混入了游客队伍。瑟菲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，却恰好和一位财阀少爷对视。他立刻跳进了一辆出租车。有点奇怪，财阀少爷没有揭穿他。司机询问瑟菲要去哪里，瑟菲根据预知的画面，只是司机前往幸运鱼铺，描述说周围有夜市，还有公交站。司机听后装作懂了，他要找的人是曾有一面之缘的守光。突然天空乌云密布，天气变了。守光在想，不会有坏事发生吧？下一秒牙刷断了，这是有什么意义吗？不知道。瑟菲正兴奋地撑着伞，朝他的幸运的快步跑去。奇怪的是，雨突然停了，看起来守光并不欢迎他，叫他离开这里。瑟菲说他现在无处可去，他只认识你一个人。守光冷冷地说他不想见到他。就在这时，司机跑来质问，为什么不付钱就跑了？瑟菲惊讶地说，坐车还要钱。他这才意识到，从包里拿出一条价值100亿的金链，交给司机。但司机似乎很固执，他只要现金。瑟菲无奈地看向守光，守光本来想帮忙付车费，却被司机索要15万。守光听后很不高兴，明显是在坑人。司机听后急了，说他要找的是幸运鱼铺。他带着瑟菲跑遍了整个国家。守光不想多说，直接给司机15万。司机这才罢休。
瑟菲试图去讨好守光，却被守光误会了。守光把他拒之门外。这时有生意上门，守光马上迎了上去。大妈要了3条青花鱼，不小心碰到了瑟菲的胳膊，瑟菲的宝石突然亮了起来，似乎有所感应。瑟菲劝大妈不要买青花鱼，建议买鲈鱼，青花鱼会有问题的。大妈听不懂他的话，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。大妈接了个电话，好奇地看了瑟菲一眼，对守光说再加点鲈鱼。临走时，大妈还多看了瑟菲几眼，感觉有些不对劲。瑟菲发现自己丢失了一样宝贵的东西。会长询问儿子是否参与了此事，儿子出乎意料地为瑟菲辩护，一个正常人怎能被关20多年？会长坚称他们不是普通人，他们只是你的幸运符，归根结底他们只是个物件，警告儿子不要对他产生感情。显然儿子开始反抗，看这情况，作为父亲的他需要采取行动。而此时瑟菲已经被守光赶出去，他却不知道会长已经命令秘书动用组织力量，密集地展开搜寻。瑟菲无家可归，只能在垃圾堆旁边坐上一整夜。村里人都看出来了她是守光的女朋友。突然守光出现了，瑟菲激动得不得了，还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。守光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是冷冷说了句自作多情，然后就把瑟菲带回了家，告诉他明天要送她去派出所。瑟菲兴奋地在床上蹦来蹦去，庆幸不用和大叔挤一张床。守光看着他突然出神，回过神来，守光马上打断了他的话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床，他只能睡地板。但半夜里听到瑟菲在说梦话，守光担心地板太冷，于是把他抱回床上。瑟菲本能地握住了守光的手，那颗宝石突然发亮。守光一脸困惑，还以为瑟菲梦到了想吃的黑鲟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守光似乎做了个重要决定，他把瑟菲推进了警局，自我安慰说这里能帮他解决所有问题。他的任务终于结束了，他要回到自己的鳗鱼生活中去。刚到市场，就听见一个大妈哭诉着说得很早，所有的黑鲟鱼怎么都死了。曙光突然想起瑟菲昨晚的梦话，说要买下所有的黑鲟鱼，一时心血来潮，让大妈把死鱼都卖给他。大妈以为他在取笑自己，守光说不买就走了。大叔听了连声夸守光足够义气，还说会以2折的价格卖给他。守光拉着满车的鱼，正准备离开，两个人急忙前来询问还有没有黑鲟鱼，死的也行。两人一听，立刻像见到救星似的，说整个市场已经断货了，立马问起价格来。守光有些为难，说这个比较贵，但对方根本不介意。旁边的大妈气得牙痒痒，看来大叔免不了一顿说教。守光好奇瑟菲做了什么梦，结果将那女孩送到了警局。守光就一直心神不宁，担心不已。瑟菲一直在暗中默默关注着他，不知为何才见过2次的守光，脑海里全是瑟菲的身影，让他根本无心做事。最后他索性扔下东西就走了。瑟菲追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见了。这时他却被2个人盯上了。当守光赶到警局，他问那个早上来的女孩是否已经回去。警务员说他不需要帮助，还说是来找你的，已经走了。守光担心瑟菲可能有点迷糊，他会去哪里呢？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此时瑟菲已被那2个家伙带到了他们的老巢，他却浑然不知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，还在好奇这里的一切。老王开始怀疑绑来的人有没有用，连他的同伴都看不下去了。世上真有这么奇葩的人？老王说他有事先出去让同伴看着，只要守光过来还钱就行。得知瑟菲被抓，守光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，不料老王不在时，那同伴竟打算把瑟菲卖了。当老王回来时，却看到一辆商务车停在楼下，他立刻感到情况不妙，手下果然正准备把瑟菲转交给别人。老王回来后立刻大发雷霆，我们本来只是来追债的，不是来做人口买卖的，但交易已经谈妥了，而且对方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。瑟菲在这时拼命挣扎，他突然抓住老王的手，然后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，但贤秀2个字他听清了。老大立刻追问瑟菲怎么认识他家的贤秀，但瑟菲还是被带走了。老大随后拨通了一个自称是专家医生的情人的电话，他按下了接听键，对方说的话竟然和瑟菲的话一模一样。一听到这，老大暴跳如雷，为何要接着电话？他立刻想到了瑟菲。这时瑟菲已经被带上车了，恰好和赶来的守光擦肩而过。紧接着守光听到了口哨声，正是瑟菲发出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看到地上的口哨，他确定那是瑟菲的，于是他抢了一名学生的自行车，开始沿着小路追赶，在曲折的山路上疾驰，最终停在了他们的车前。瑟菲一看，居然是守光，只见他不顾一切地朝汽车冲去。黑帮成员都被吓傻了，他不是真的不要命，而是他有备而来，目的是为了逼他们停车。瑟菲也趁机掏出防狼喷雾，就在2人即将被包围之际，老王一抄起棍子就过来狠狠地打了起来，还催他们快点跑。2人对视一眼，决定赶紧撤退，临走还叮嘱女孩别忘了他的话，
女孩让他放心，他会遵守他们的约定。其实老大也只是在拖延时间，追兵很快就追上来了。这时瑟菲发现了个死胡同，却镇定地走了进去，目的是引诱那帮人跟进来，好好发挥一下自己的实力。守光快疯了，他们是不是没路可走了？敌人已经逼近了。守光大喊一声，冲我来，放他一马。瑟菲摘下手套，紧握守光的手，手中的宝石突然亮了起来，然后他递给守光一个砖头，告诉他按照口号扔出去就行。他先来拖延时间，为他们制造一个幻境。瑟菲计时到点，让守光扔砖，砖头正好砸在一辆汽车的玻璃上，车里的光头直接慌了，车上的同伴急忙按下警报。这些人原来是刑警，这帮混混正好撞上了刑警。瑟菲此时正遇到他的王子，他已经把之前的话全都忘了，甚至连戴了20多年的手套都扔了。他们不知道财阀少爷已经找到他们了。当他们从家门口出来时，发现财阀少爷已经在那里等很久。两人心照不宣，知道他是来找麻烦的，但守光毫不畏惧地告诉他，你认识的守光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守光明白真正的敌人是他们。发家少爷本来想和瑟菲聊几句，但瑟菲不愿意理他。第二天少爷还是没放弃，他再次找到瑟菲，少爷正要说服瑟菲和他一起回去，瑟菲却断然拒绝了。少爷还是提醒了他一句，如果被他爸知道他在这，守光就会陷入危险。这话确实让瑟菲犹豫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财阀会长已经通过黑暗势力在找他。老王看到照片上的人，开始担心瑟菲的安全，因为上次瑟菲给的地址，他找到了这个游乐园。瑟菲叫他在这找一个名叫温雄的人，说可以救他的儿子。儿子偶遇的小白兔主动给了老王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可以治好他儿子眼睛的医生。看到名片上帝名字后，无论瑟菲用了什么方法，老王都特意来感谢他，因为只有瑟菲才能找到这么好的医生，他自己是找不到的。现在黑帮四处寻找瑟菲，他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打电话给守光，提醒他们要小心。黑帮正在动员寻找瑟菲。守光能想到，一定是财阀会长全力在找瑟菲。财阀会长也很是不好受，他怀念与瑟菲妈过去的美好时光，虽然已经几十年，他始终无法忘怀。瑟菲妈被关了20多年，现在甚至连仆人都欺负到他头上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财阀会长踹开，他冲上前去，狠狠地推开仆人，怒斥他：你的责任是照顾他，不是虐待他。会长发怒的后果很严重，他可能会像前任管家一样，下场不好。看来财阀会长对瑟菲妈真有感情。这是财阀会长20年来第一次带瑟菲妈出密室，一起走到天台，眺望着繁华的城市。瑟菲妈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可是儿子回来的时候，竟然看到他们和睦相处。父亲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儿子感到好奇，却被父亲当场否认。父亲说瑟菲不是他的女儿，还告诉儿子，他妈曾经也像瑟菲一样逃过，几个月后又回来了，但他肚子里已经怀了瑟菲。听到这，少爷心里不免有些窃喜。他说送个货很快就回，可瑟菲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守光根据地址来到了这个废弃工厂，感觉有些诡异，但他还是推开了门。越想越觉得不安，他赶紧打电话给守光，但电话没人接。他努力回想脑中的那个场景，放下电话后就向目的地冲去。不知道此时守光已经落入陷阱，而他自己也陷入危机。瑟菲原本想反抗，但皮皮给他看了守光的情况，瑟菲只好乖乖跟他上了车。很快他也被带到守光所在的地方，他想帮守光解困，但却无能为力。瑟菲问皮皮到底想干什么，皮皮却说自己也搞不清楚，我只是负责把你们带到这里。结果两人都被捆绑了，他的任务也就此完成。但他突然看到瑟菲脖子上的蓝宝石，毫不客气地把它夺走，心里想这回可要发财了。他却不知这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，没想到背后的主使竟是财阀的侄子小东。他想看看这位所谓的魔女有什么能耐，居然被财阀会长关在密室里20多年。为了让守光醒来，瑟菲用头猛撞他，这招竟然真的有效。所以说头顶功要学好，总会有用武之地。但游戏才刚开始，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定时炸弹。守光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，瑟菲立刻给了他鼓励别怂。瑟菲的妈妈突然感应到了危险，感觉到瑟菲现在很危险。少爷一听立刻冲了出去，他绝不能让秘书知道，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救瑟菲。童话世界里长大的瑟菲从没遇过这种情况。曙光突然看到他的凶猛，他让瑟菲靠近自己，叫他忍着可能会痛。他引导瑟菲稍微倾斜身体，瑟菲看起来很痛苦，他的腰都快脱臼了。守光的嘴巴却控制不住。看到这一幕，小东居然开始胡思乱想。这时候少爷赶到了现场，还没进去就被一群西装男拦下了。这种情况下能动手就不要空谈，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胸针的检验。两人试图解开绳索，但是他们怎么也打不开门。
此时倒计时已经进入最后10秒，瑟菲却异常冷静，他伸手握住了守宫的手，轻声安慰他：“没事的，放心，等下一秒。”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老王通过定位找到了他们，开车直接闯了进来，车辆和时间仿佛都定格了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了，少爷的拳头也停在了半空，但很快一切恢复正常。守帮兴奋得不得了，炸弹在最后1秒突然停止了，但瑟菲突然晕倒了，正好老王的卡车冲了进来，他催他们快上车，小东急得不行，炸弹没爆炸，他们却安全地逃脱了。在最后1秒定格的那一刻，小东确信瑟菲真的很厉害，这一刻他更想得到这个女人。看到老王从守光家里走出来，少爷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不知道，他的父亲认为瑟菲手脚不干净，所以他无权再回到那里。守光注意到瑟菲的项链不见了，瑟菲淡定地说是皮皮抢走的。守光提议报警处理这件窃案，瑟菲让他不用担心，那项链会自己回来。而这时的皮皮还没找到瑟菲，他浑身发痒，难以忍受，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染上了什么病，没人敢靠近他。听到喧闹声，八卦的人群纷纷赶来，皮皮一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救星，立刻扑了过去，抱怨说自己快要被痒死了，恳求他帮忙取下这个东西。守光问他还打算搞什么鬼，皮皮一脸委屈地看着瑟菲，于是让守光帮他取下脖子上的项链。守光试着去拿，没想到很轻松就取了下来，皮皮立刻感觉舒服多了，结果他的老大狠狠地给了他一拳。守光把他交给了瑟菲，心里却浮现无数个问号，瑟菲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在乎，他主动去粉刷墙面，趁守光不在家，好好的装扮他们的小屋。守光回家后，对房间冰冷的氛围感到惊讶，突然间屋子里充满了爱的气息，还有瑟菲深情的告白，他承诺会永远陪伴守光。这种氛围直接让守光感动地握住了瑟菲的手，但下一秒，瑟菲的宝石突然发亮，他紧张地看着守光，让守光不要离开。守光有些困惑，但还是安慰瑟菲，告诉他自己不会离开。他不知道，有些事是命运安排的。这一天，一位大叔鬼鬼祟祟的在守光的门口徘徊，看到瑟菲出来就忙着避开视线。瑟菲热情地介绍他们家的招牌菜巴掌鱼，非常好吃，但大叔摆摆手说不用了，他不是来买鱼的。瑟菲突然明白他是来找工作的，大叔还没反应过来，守光立刻问他会不会开车，大叔下意识回答会。两人很开心，他们找到了帮手，但大叔的眼神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怪。趁守光忙着做生意，大叔问瑟菲今年多大了，瑟菲说自己才21岁，大叔眼里却似乎藏着许多故事。财阀会长告诉瑟菲妈，那个人已经出狱了。瑟菲妈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地看着他。就在那一天，守光的恩人爸爸特地带着海鲜来看他，瑟菲显得非常兴奋，这些鱼都是上等好货。父亲以为守光交了个漂亮女朋友，他正开心着，突然他注意到瑟菲脖子上的项链，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可怕。瑟菲还在礼貌地打招呼，他只能勉强保持笑容。这时他看到屋内跑出来的郑叔，他的脸色立刻一变。郑叔让他倒吸一口凉气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于是一辆黑色商务车停下，下来一群西装男，领头的开始分配任务。他们挨家挨户询问，不放过任何线索。作为这片区的商会长，他询问来者的身份，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市场团购。西装男掏出一张瑟菲的照片，问会长认不认识这人。会长勉强镇定问那是谁。西装男收拾东西走了，不想浪费时间，恰巧镇上的傻子路过，会长马上让他去通知瑟菲，说坏人来抓他了。傻子立刻展现了他的能力，边跑边喊坏人来了。商户们都好奇是谁来了，傻子大声说是来抓瑟菲的。瑟菲一听就知道来的是谁，坏蛋还在问商贩们认不认识这女孩。大姐故意扔掉东西说这陪酒女谁会认识，然后跑到另一家商贩那里，结果被泼了一身面粉，没走几步又被泼了一身水。他们不知道瑟菲在商户心中的地位。此时守光正带着瑟菲偷偷溜走，他们刚转个拐角就撞见了少爷，以为没法逃脱了，没想到少爷反而帮他们掩护，告诉他们西中南门那边是安全的。少爷知道来人肯定是父亲派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守光感到疑惑，他问瑟菲是不是认识少爷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现在可以说真话了吧？但守光听了真相之后很生气，这才知道瑟菲有预知的能力。但为什么在过去的2年里，他没阻止我妈的车祸，甚至有人要杀我你也没管？他明白这一切和财阀脱不了干系，于是他找到了财阀会长，告诉他自己还活着。财阀会长表现得很高兴，说活着就好，但守光却直问这一切是不是你指使的。见财阀会长不回答，守光情绪爆发，他反复告诉自己这不可能是你干的。现在我才明白了，居然为了瑟菲，不止制造了事故，害死了我妈，甚至还要置我于死地。
说完，财阀家真是恶心至极就走了。他刚走不远，少爷叫住了他，告诉守光瑟妃是他的女儿。守光却冷冷回了一句：“我对你的女人不感兴趣。”瑟妃等了一整夜，听到外面有声音，以为守光回来了，没想到来的是财阀会长。这次的情况出乎瑟妃意料，财阀会长没来劝他回去，反而让他远离这里。瑟妃搞不懂是怎么回事，财阀会长说他只是不想让儿子找到他。守光彻夜未归回来后，拿起了瑟妃的包，帮他整理行李，告诉他要找别的住处。瑟妃想拉住他解释，就在这时，瑟妃突然意识到，即便守光离开，他还是愣在那里，久久不能回神。他突然冲出去，大声叫住守光，坚持要见那个女人。守光已经不想再听他多说，但瑟妃急切地告诉他，这个女人能改变一切。当他再次回来，少爷异常兴奋，但秘书告诉他，会长已经禁止瑟妃入内，但少爷仍然执意，把瑟妃带回了家。会长提醒儿子，她是个魔女，少爷却说她只是个普通人，但他不知道他的爷爷现在病得很重，全都是魔女的诅咒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无法收手。当瑟妃妈看到他们一起的时候，心里突然感到惶恐。虽说把瑟妃赶走了，但他心里非常难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。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守光想起瑟妃曾说过，会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来找他。守光问她是不是来找我的，女人却问预言女巫在哪。守光以为她来算命，告诉她到市场尽头，那里有一家店。看出她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于是递给她一张名片，说需要时可以找她。这张名片后来起了关键作用。瑟妃和少爷出门的时候，碰到了少爷的未婚妻，尽管只是当司机，但他话中有话地问着瑟妃，询问瑟妃以前和现在的住处。瑟妃坦白地回答，之前和守光住在一起，现在住在酒店，刚到酒店，未婚妻让少爷躲一下，他妈来了。他不知道这来得多及时，丈母娘越看女婿越喜欢。少爷正要说点什么，丈母娘看到旁边的瑟妃，问她是谁。瑟妃机智地说是她表妹，这才让丈母娘放下了戒心。回去后，少爷问瑟妃为什么那么说，瑟妃说是怕让你为难。少爷却告诉瑟妃，他已经告诉未婚妻他们要退婚了。瑟妃向少爷坦白他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但少爷回答说他眼中只有你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偏偏这时守光出门去办事，恰好看到瑟妃和少爷一起吃饭，连旁边的商会长都感觉到了那股气氛，尴尬的选择了先离开。瑟妃大方地邀请守光加入他们，没想到守光爽快地接受了邀请。两个男人在饭桌上只顾着吃，瑟妃真诚地感谢他们的帮助，两人同时表示不用客气。他感激守光帮他适应外面的世界，也感谢少爷让他自由地见他妈妈。这一刻，两人似乎消除了前嫌。他首先告诉守光，有人想投资你们的市场，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，千万别信他。守光立刻看穿了他的意图，直接问你想通过我们市场洗多少黑钱。这男人似乎被戳中了要害，他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不是流氓。而不知情的小东按照瑟妃的话，正在那边吃水饺。守光的话让那男人心里直发毛，他大声声明自己资金充足，这声音大到连隔壁的小东都听见了。那男人见到小东，吓得立刻站起来向小东解释。小东示意他不要说话，并警告他说他爸最讨厌挪用公款的人，然后立刻叫来手下清理公司的败类，心里感激瑟妃帮了大忙。其实瑟妃是想借此获得他的信任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就在老王刚到这里的时候，瑟妃发来了消息，让他好好享受邀请的水饺。小东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，在瑟妃的撮合下，两人相识了。老王自然的取代了那个人的位置，自称王市长。瑟妃的计划正式开始，但他不知道，守光找到了一个陌生女人，询问她是否知道关于瑟妃的事情。他拿出一个旧铁盒，守光好奇这条项链和瑟妃的一样，那女人告诉他这是他的。守光不幸地看向她，女人解释说她曾是预言女巫，但现在变成了凡人。守光好奇她是如何变成凡人的，女人解释说，这种能力是从她祖母那辈开始的，生下的都是女儿，她们出生时手里会握着一枚蓝宝石，有人会把她们隐藏起来。她和瑟妃的奶奶是双胞胎，但她性格叛逆，一心只想逃离，哪怕遍体鳞伤，她也不愿被束缚。就在那时，她遇到了她的爱人，为了摆脱束缚，她用自己的力量打碎了宝石。虽然这宝石据说坚不可摧，她还是做到了。眼前的女人告诉她，瑟妃体内积累了太多霉运，如果她不能尽快成为凡人，可能会变成魔女。所以她找到瑟妃让她回来，并且告诉她以后别再预言未来了，她会养她一辈子的。虽然很感动，但瑟妃立刻拒绝了，因为她的计划才刚开始。守光突然拉住了瑟妃，却被突然出现的少爷看到了。少爷立刻上前把守光的手踢开，并告诉守光这里是他的家，
瑟菲也说她在这里很开心，但到了晚上，一张照片在翻东西时被郑叔看到了。他好奇为什么瑟菲妈的照片会在这里。守光看了一眼说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，但旁边的女人他不记得了。郑叔告诉他，那个女人是瑟菲的妈妈。守光感到疑惑，难道瑟菲妈妈曾经认识他？少爷一回到家，他父亲立刻给了他一巴掌，问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只因为一个预言女巫，他拒绝了未婚妻的婚事。但少爷还是固执己见，只喜欢瑟菲，让他别管自己的事，这让老父亲非常生气，他当场就想劈开他的头。于是他找到了瑟菲妈，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操控少爷的。瑟菲妈说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自私。瑟菲甚至鄙视有这样的父亲，他真的感到羞愧。财阀一走，瑟菲妈想见一见曙光，但瑟菲说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妈妈摇头说，你们还保持联系？他就像很久以前，在你出生前，你们就已经相识了。当时他逃出来，正巧坐在守光家门口，是守光妈妈收留了他们。他并不知道她怀孕了，守光却能准确告诉他，她怀的是个女，还说肚子里的孩子在和她打招呼。瑟菲听了非常感动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。瑟菲的计划是帮老王顺利进入小东公司，接替崔市长的位置，目的是找到那个小白兔的东西，并且让他把东西交给守光。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还是马上把东西给了守光。守光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个 U 盘，U 盘里的内容居然是如何干掉刚进金华公司的成绩第一的孔守光。守光震惊了，想杀他的竟是曾救他的渔民父亲。他马上去找到了他，问他是不是2年前被雇来杀我，为什么没杀我反而救了我。渔民父亲告诉他，20年前一位女巫告诉他，他的儿子快要遇难，让他赶快回家，家里的燃气漏了，要他立刻回去阻止儿子玩火，这样儿子才能活到成年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他成功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因此他答应了那位女人，20年后要他救一个年轻人，而他一定要救下那个孩子。守光这才明白，他的命是守光妈救的，想杀他的并不是财阀会长，原来是财阀的哥哥胡子会长。守光把视频交给了财阀会长，会长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报警，而是选择见我。守光说他不想牵扯瑟菲，他担心别人会用异样眼光看待瑟菲，这样就解开了与财阀的误会。财阀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决定让守光正式成为公司的秘书。少爷对这突然的变化感到不知所措，会长询问守光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守光说第一步要毁掉这扇门，然后他去了瑟菲的家，还感叹这里的书像极了藏书阁。瑟菲问他为什么要来，守光厚脸皮地说是因为我想你了，但瑟菲让他回去，这里很危险。守光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我就住在你隔壁，有事随时可以找我。瑟菲的确没猜错，他对守光是有感情的，这让少爷心里不痛快。他让父亲叫守光回去，父亲难为情地说，孔秘书是经董事会任命的，不能随意解雇他。少爷知道说服不了父亲，于是他找到了瑟菲的妈妈，说他一生只爱瑟菲。瑟菲妈妈听后只是摇头，你不能成为瑟菲的男朋友。但少爷很坚定，他绝不会放弃瑟菲，这让瑟菲妈妈感到焦虑，所以他首次主动请会长来，告诉会长有件事你必须知道。会长还在镇定地听着，但当听说瑟菲其实是他的女儿，他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瑟菲妈开始解释，那时只是趁郑秘书不再利用这里。这一刻会长像泪人一样哭了，他一直认为自己背叛了他们的爱情，没想到最后是自己对不起他，冷落了他20多年。看着还在床上气愤的他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于是他去找瑟菲，问瑟菲需要什么，但瑟菲根本不领情，觉得他又有什么企图。这才了解到一时间无法改变女儿对自己的看法，感到失落。站在天台上，他还是忍不住这样做。这一生他还拥有一个女儿。而当郑叔见到瑟菲妈时，难以控制的激动，看到她的项链变色时，他知道自己一定受了不少苦，痛苦地跪下认错，他不该背叛她。但瑟菲妈却扶起他说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郑叔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瑟菲妈告诉他，20年前在认识他之前就已经怀孕了，为了逃离，用催眠术让他相信孩子是他的。说白了，他们从未真正相爱过。瑟菲也不是你的女儿。郑叔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没想到自己活了这么久，一生中几乎一无所有。随后他去找了姨妈，问瑟菲算卦的人太多了，这会不会让她被诅咒变成魔女呢？姨妈警告她要控制体内的诅咒，首先得停止她继续算卦，但便不变成魔女，这就要看她自己的命运了。她现在正给小东算卦呢。这次女孩却犹豫起来，小伙子不解地问她是什么意思。瑟菲开始哄抬价格，从原来的1万1次涨到10万1次。小伙还没答应，瑟菲就接了个电话，
小伙听出电话里是他父亲的声音。他之前答应过胡子会长，要帮一位大人物算卦。胡子会长很快就带他去了一个秘密地点。小东一路跟着他来到这里，这次跟踪最终害了他自己。在进去之前，胡子会长让瑟菲预测他将会见谁，还有他将拥有多少股份。最重要的是他什么时候会去世。他们进了屋，屋里太安静，让胡子会长以为他已经死了。瑟菲拉开窗帘，看到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。老人一看到瑟菲，就喊出了玉珍的名字，本能地伸出手，让玉珍帮他看看未来。瑟菲握住他的手，老头问他的公司何时触底。旁边的胡子会长急得要命：“爸，你就休息吧，公司就交给我管理。你藏的那些股份到底在哪？遗嘱里又分给我了什么？”瑟菲越算越生气，甚至一直紧握着他的手不放。老爷子凭借一点理智让玉珍松手。胡子会长好奇地问玉珍是谁。瑟菲能算出你的血统，能消除你身上的诅咒。胡子会长急了说：“不是让你谈诅咒，而是要你说出你所看到的。”就这么不经意间，瑟菲接触了胡子会长的未来，他肯定也算到了这一点。随后他让胡子会长去找永贞集团的理事长，因玉珍他会把所有的都给你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弟弟突然出现，二话不说就把瑟菲带走了。胡子会长气得骂他没规矩。回到家后，会长询问瑟菲在那边发生了什么。看到瑟菲不愿意说，会长表示他不会强迫瑟菲说话，但瑟菲并不领情。在他眼里，他和胡子会长没什么两样，只有母亲知道女儿会这么说，会长心里一定很难受。但是在吃饭时，财阀主动拿出一张卡，让瑟菲随意购买想要的东西，这是瑟菲2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待遇。瑟菲的妈妈知道会长是在补偿她。与此同时，胡子会长也派人去打听玉珍的住址，对瑟菲的话深信不疑。当他见到玉珍时，他整个人都吓呆了，甚至有些避不及，因为他记得眼前这人明明已经死了。玉珍解释说死的是他的双胞胎姐姐。胡子会长这才恍然大悟，对，他确实有一个双胞胎妹妹。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来到这个目的，希望他能帮他一把。玉珍假装不知道，问他想要什么帮助。他坚定地说他想要夺回父亲的公司。但玉珍故意卖起了关子：“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”胡子会长开始帮他分析瑟菲，那对母女跟你有血缘关系对吧？却被我弟弟囚禁了20多年，只要你帮我夺回公司，我就帮那对母女摆脱束缚，重获自由。没想到玉珍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胡子会长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成功了，他却不知后面还有计谋。儿子发现父亲最近投资的公司，却被告知公司已经破产。父亲一听这事有蹊跷，他打电话给已故的玉珍，问那个你让我投的公司怎么破产了，我的钱怎么办？玉珍却说你让我帮忙，但我没保证一定成功啊。事已如此，胡子会长问怎么办，他现在急需用钱。玉珍给了他一个建议，你可以去别处筹钱啊。听到这，胡子会长急了。这时玉珍为自己的姐姐出了一口气。胡子会长突然想起，最初是瑟菲引诱他去找玉珍的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个小女巫搞的鬼。他还不知道，这种愤怒的种子已经在小东心里生根了。偏偏这时，一群检察官来到家里，递给他一个通知，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，还要他坐牢。这正是故事开头的一幕。胡子会长瞪大眼睛，头一偏就倒在沙发上了。其实他只是装晕，用来拖延时间，好想出对策来保住自己的事业。儿子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他演得太逼真了，连我都信了。很快，胡子会长就被送进了医院。这时候，小东在家里琢磨，孤身一人，他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群人冲进了他的家，质问他把他们的血汗钱都投到哪里去了，催他赶紧还钱。小东被他们逼得快要崩溃，但他们根本不在乎，甚至开始肆无忌惮地搬走家里的东西，这让小东心中的愤怒彻底爆发了。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偷偷地把录音笔放在父亲身上，因为他想知道父亲和瑟菲给爷爷算了些什么卦。听了录音笔里的内容后，他发现爷爷身上有诅咒，这个诅咒会在他去世前传给接触过他血脉的人。知道这一点，小东不禁笑了。他心中涌现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为了得到爷爷的公司，他专门打电话给表哥，说我们作为爷爷的孙子，我今天特地去看望了爷爷，爷爷却一直念叨你为什么不来看他。表哥想知道小东到底想说什么。小东深吸一口气，说爷爷看起来快不行了，他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想见你。然后从瑟菲妈那里得知，爷爷的诅咒会传给他临终前见到的有血缘关系的人。会长听后急了，问有没有办法阻止。瑟菲妈说已经太晚了，这是卜卦带来的后果。于是他默默做出了决定。与此同时，少爷急匆匆地去看望爷爷，他赶到了爷爷所在的精神病院。回想起小东的话，爷爷有关于瑟菲的事要告诉他，这就是他急于见爷爷的原因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爷爷，
爷爷似乎在灯光下游动，伸出手不断地示意他过去，让他靠近些。有人正在慢慢接近他，接着紧握他的手，告诉他父亲儿子来了。父亲似乎有所反应，但会长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决定将诅咒承担在自己身上。老爷子还有一丝理智，让他放手，但会长为了保护儿子免受诅咒，他宁愿自己变成活死人。当少爷到达时，握着爷爷的手告诉他自己来了。他本想叫醒爷爷，却发现爷爷已经去世。此时的会长看起来像是中风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瑟菲妈摸着会长的脸，明白他一定受到了诅咒。儿子看着这样的父亲，好奇为什么他不说话。瑟菲妈解释说他的状况和你爷爷一样。少爷这才明白过来，难道爷爷的诅咒转移到了我爸身上？瑟菲妈告诉他，是为了你。难道你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吗？少爷突然意识到，难怪最近他的手偶尔会抖且发麻。小东甚至还试探性地问过他是否有幻听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小东突然打电话叫他去看爷爷。他一遍又一遍地摇晃自己的父亲，希望他能有所反应，但这毫无帮助。瑟菲妈看着现在的会长，多么希望他能再次叫出自己的名字。现在他明白自己从未放下对会长的爱。晚上，瑟菲看着财阀送的音乐盒，里面竟然有一张字条，一看竟是财阀写的。字条上写满了愧疚，他很庆幸这一生有这样一个女儿。回想这几天父亲的补偿，此刻对父亲的所有不满都消散了。但他的父亲在，也不能回来了。他突然非常想念他，这让他意识到要珍惜现在。于是他为少爷准备了领带，还说我们这个大家庭会越来越好。接着拿出刚买的东西，说是为每位家人准备的。显然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位父亲。看到瑟菲已经放下了所有，他也向父亲表明了态度，他们母女今后由我来保护，你放心好了，并请守光照顾我妹妹，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守光自然是义不容辞，这看起来就像是大结局完美落幕。但他们忘记了，还有一个走投无路的小东正在开始他的计划。尽管他是个很有名的算命师，但看到那个女孩的眼神后，他整个人都被吓呆了，甚至还向对方叩头致敬。再次看了看手相，断定此人非凡，是个比他更厉害的通灵师。大家都说同藏是冤家，他在门外大声斥责那女孩是个魔女，还说她吸走了法老会长的元气。就在刚才发生的，之前的管家控诉瑟菲见不得人，说她是被会长囚禁了20年的女巫，因为一时疏忽，她逃了出来，结果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关了整整2年。她其实只是会长用来算卦的工具。听到这里，记者们纷纷涌上前要采访。瑟菲挤过人群站到了他面前，真诚地说了声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小东安排的，要摧毁一个公司，得从突破口下手。少爷心里有数，知道这对公司会有巨大影响。瑟菲也意识到这场风波无法避免。少爷说那我们就迎头破浪吧。于是少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本来想承认他父亲确实囚禁了他们，但瑟菲母女突然出现了。记者问他被囚禁20年有没有受到伤害，他的母亲立刻反驳说我们没被囚禁。记者追问那你是自愿在那里生活的吗？他回答我们只是做出了选择。这话让记者觉得有破绽。这么说你和会长有婚外情？这个问题让他哑口无言。少爷帮忙解围说我一直把她当母亲，而眼前的瑟菲是我的妹妹。这个爆炸性新闻让小宗大吃一惊，这让在场的记者们对会长愤怒不已，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要囚禁。就在瑟菲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一群村民突然冲进来。商会长说瑟菲一直在我们市场上工作，而且瑟菲是最擅长做生意的人，还特意拿出了瑟菲叫卖的一张照片，这证明她自由自在，没有被囚禁。小东实在忍不住了，气得不行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很生气了。可怜的管家还真敢向他要钱。小东反问他们用猪脑子想过没有？管家提醒他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啊。小东大吼你们的证词一文不值。他决定赌上自己所有的权利，决定对瑟菲采取强硬措施。瑟菲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他以为可以和心爱的守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所以他通过守光想看看他们未来会有多幸福。通过这次接触，瑟菲慢慢能感知到未来。他看到守光为了保护他挨了枪，这一幕让他惊慌失措。回到家后，他始终心神不宁，但他没有告诉守光，因为他看到开枪的正是小东。他想只要解决了小东，一切就会好。瑟菲的妈妈得知后，紧紧拉着瑟菲的手说不要尝试去改变未来，否则他会把你带入另一个深渊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是改变不了的。但瑟菲的妈知道女儿不会坐视不管，于是她恳求守光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请一定要照顾好瑟菲，即使将来我不在了，也请你安慰瑟菲，我的瑟菲就托付给你了。瑟菲的妈已经做好了决定，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帮助会长。她缓缓握住会长的手，随着蓝宝石逐渐发光，会长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瑟菲的妈妈断了气。
当财阀会长逐渐恢复时，他大声地呼喊，试图唤醒他，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与此同时，瑟菲接到了小东的电话。瑟菲问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小东厚颜无耻地说他想要瑟菲，想要占有瑟菲。瑟菲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想起妈妈曾经的话，即使知道小东会干坏事，也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，否则惹怒这种恶势力，只会使他变得更为邪恶。此时的小东几乎已经疯了，连他的手下都感到害怕。果不其然，瑟菲收到一张定时炸弹的照片。小东打来电话，告诉他还有59分钟，如果瑟菲不来，炸弹就会爆炸，还让瑟菲听听那些熟悉的惨叫声，兴奋地催促瑟菲快点过来。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瑟菲心神不宁，难道真的要面对这场灾难吗？瑟菲现在来到了小东这里，看到自己的朋友们处于危险之中，他让小东释放他们。反正小东只想要瑟菲，说要完全拥有瑟菲才行。他想要瑟菲的力量，瑟菲的能力，以及瑟菲所拥有的一切。我一直在看着剩下的29分钟。他确认眼前的人已经变成了怪物，但这怪物提醒他，时间不等人。于是瑟菲就这样跟他走了。同时，少爷发现了瑟菲留下的遗书，感觉事情不妙。而小东这边还在努力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。倒计时还剩15分钟，小东比他还急。他突然抓住瑟菲的下巴，强吻了她。就在这时，守光在门外拼命敲打。听到守光的声音，瑟菲立刻冲了出去。他嘴里说着他不能过来，但守光已经从窗户爬了进来。他喊着让守光快点回去，但小东已经带走了瑟菲。守光突破重围，终于找到了瑟菲，但瑟菲已经被小东用枪对准。守光劝他现在还有机会回头。小东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。瑟菲的脑海中不断回想守光被击中的情景，他用尽全力攻击小东，试图扭转局势，然后用自己的魔力试图同归于尽。他想改变守光的命运。守光看到后立刻扑向瑟菲，瑟菲已虚弱到几乎瘫倒。瑟菲还没反应过来，守光突然中枪，是小东开的。没想到这一幕还是发生了。看着守光倒地，瑟菲陷入深深的悲痛。正当老王上楼时，但枪口突然顶了回来。这时少爷也急匆匆赶到了。出乎意料的，小东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少爷。瑟菲悲伤至极宝石突然亮了起来，他大喊要光明回归。就在那刹那间，奇迹就这么发生了。正要扣动扳机的小东突然动弹不得，所有人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时间开始倒流，一直倒回到扣动扳机前的一刻。他提醒守光注意后面的枪。守光蹲下的同时，小东开枪了。守光成功躲开了子弹。少爷及时赶到救场，但奇怪的是，瑟菲不见了，地上只留下了一条项链。那一瞬间，他意识到是瑟菲用魔力救了他，但瑟菲究竟去哪了呢？小东却在那里喊着诅咒走开。少爷发现这和爷爷的症状一样，难道瑟菲把所有诅咒都传给小东了？为了找到瑟菲，守光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整个市场都贴满了他的广告，连整个泡菜国都充满了他的消息。终于守光有了瑟菲的消息，他急忙跑向警察局，问警察是否真的见到了瑟菲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是不是那个长头发看起来特别可爱的，还有点傻乎乎的？当他看到照片时，他意识到又是一场空欢喜。于是他带着瑟菲的项链去见尼伯。瑟菲为何消失了呢？尼伯告诉他，只要项链还完整，说明瑟菲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只要用心相信你们终会重逢。所以守光一直在寻找瑟菲的路上，虽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每次心里还是忍不住激动。老太太问，找到庆子了吗？一提庆子，他们就明白了，这次又弄错了。突然守光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那人正是瑟菲。伯伯说有人来找你了。瑟菲慢慢走近了。婆婆说我在草丛里发现了他，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庆子，知道瑟菲不会跟陌生人走。于是守光让两个哥们先走了，他决定留下来，等瑟菲接受自己再说。果然瑟菲问他是不是他的哥哥、弟弟还是男朋友。守光刚要解释，但瑟菲打断他，让他别说了。我知道看起来像个傻瓜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。想要带我走的男人多了去了，有的说是我的男友，有的说是我的哥哥，甚至有的说我是逃婚的，所以我不会再被骗了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但守光好不容易找到他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？所以他的每天任务就是守护瑟菲。有一天，瑟菲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守光第一时间冲上去关心他。久而久之，瑟菲也渐渐开始注意到外面的世界。最终，瑟菲做了第一次直播，虽然只是做了碗面，守光心里感到一片温暖。那天他在店里买了些东西，注意到瑟菲手上戴的戒指，他感到很欣慰，因为那是他送给瑟菲的2人戒指是一对。瑟菲也注意到了他的戒指。守光离开后，他凝视着自己手上的戒指，他心知
他们之间可能有过故事。他随即叫住守光，询问守光是怎样认识他的。守光拿出他的项链，激动地告诉他，我们的故事很长。守光随后带瑟飞回了家，看着曾经住过的房子，好奇这是谁的品味，又带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到自己的照片时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守光问他是否想起了什么，瑟飞反问我们是不是还有未说的话。那晚我们是否有话未说？被守光捂住嘴，虽然失望，但反应更快了。瑟飞却说，不管我们之前说过什么，守光你可别后悔。瑟飞严肃地点头。下一秒，守光迫不及待地行动了。1年后，瑟飞生了个儿子。守光问他是否后悔，显然他做妈妈的感觉很早。守光开始了带娃生活，瑟飞偶尔会趁儿子睡觉，和孩子的父亲玩耍，真的是满满的幸福。